大家好，我是小玉。把花生米放在蒸锅里面蒸一蒸，没想到比补药还补。老一辈的养生方法，解决了很多人的烦恼和问题。方法既简单又实用，这才是花生最厉害的吃法。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方法了，真是太可惜了。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具体做法，朋友们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首先准备一小盘的花生米，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颗粒比较大一点的花生米，不仅看起来更加漂亮，吃起来口感也更加棒哦。尤其是像这种的黄皮花生米，不仅可以用来煲粥做花生酱，还可以用来做油炸花生米，吃法特别多。但像今天的这个做法，很多人却不知道呢，把里面个头比较小一点的，或者是坏掉的发黑的挑选出来。像这些坏掉的花生米不仅不能吃，而且还含有毒素哦。全部挑选干净后，现在我们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将花生米淘洗一遍。很多朋友都觉得花生米特别干净，根本不用洗，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其实花生米非常的脏，因为在我们剥壳晾晒的过程中，它根本没有经过任何清洁处理。还记得小时候每次花生收获的季节，花生我们都是直接倒在院子的大坝里面进行晾晒的，上面还有大量的泥土和灰尘，甚至有时候剥壳的时候也没洗，因此表面有大量的灰尘。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用水淘洗1到2次。洗干净的花生米，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将花生米泡上20分钟，把花生米泡软，顺便也让花生米充分的吸收一些水分。泡好后，咱们的花生米就变胖了许多。现在控水，将花生米捞入到蒸锅里面。如果你用的是刚出土的新鲜花生米的话，那么泡水这一步就可以省略了。花生的表皮虽然营养价值极高，但是却微微发苦。我们把花生米放到锅里面蒸一蒸，就可以去除一部分里面的苦味。盖上锅盖，将花生米放在里面蒸上半个小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准备几瓣大蒜，将大蒜切成这样的小蒜粒，2颗红色小米椒，将辣椒蒂去掉，斜切成这个样子，看起来更漂亮。一小块昨天吃剩下的洋葱，从中间对半切开，再把它切成这样小小的颗粒，每一块洋葱的大小就和我们红色辣椒的大小差不多就可以了。切好后，我们用手把洋葱片打散，不要让它们这样贴在一起。洋葱的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而且也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蔬菜，常吃洋葱对身体也有诸多好处。全部打散后收入碗中备用。半个小时后，咱们锅里面的花生米也蒸好了。揭开锅盖哇，浓浓的花生米香气扑鼻而来。我们把蒸笼端起来，轻轻地晃动，让多余的水蒸气全部漏掉。接着把蒸好的花生米倒入大一点的盘子里面，趁热加一点冰糖碎进来，用勺子搅拌搅拌，让花生米和冰糖碎充分的混合。在花生米有温度的时候，我们加冰糖碎，可以让花生米更好的吸收冰糖的甜度，并且也可以让冰糖更好的溶解。这里大家要记住，只能用冰糖，不能用白糖代替哦。那如果家里面没有冰糖的话，宁愿不放也不能加白糖哦。搅拌748下之后，接着拿出平时吃面的香醋，什么牌子的香醋都可以，只要认准是酿造实醋就可以。没有香醋的话，用陈醋也可以代替。陈醋和香醋其实都差不多，只是陈醋从酸度上面来说，比香醋要酸许多。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醋倒进来之后，我们用勺子搅拌搅拌，要确保花生米全部被浸泡在我们的食醋里面。发现醋不够的话，还要再添一点，一定不能让花生米裸露在食醋的外面哦。充分搅拌均匀后，现在我们把刚才准备好的洋葱、小米椒、蒜粒也加进来，
继续用勺子拌一拌，让所有的食材完全浸泡在醋里面。相信很多从小生活在农村里面的朋友，小时候都见过咱们家里面的长辈用这种方法来做花生米吧。搅拌均匀之后，我们再准备一点点薄盐生抽。小时候那会用的是酱油，酱油的话比生抽的颜色要重一点，所以我这里选择生抽。这样的话，花生米的颜色会好看一些，不需要加太多，1小勺就可以，千万不能加盐哦。盐如果每天摄入过量，吃多了的话，对身体没有任何好处。所以说，我们给它调味，可以加一点生抽进来，充分搅拌均匀后，盖上一个保鲜膜，把它完全密封起来。我们用保鲜膜把它这样包好后，放到冰箱里面冷藏1天1夜。如果是在冬天，天气比较冷的情况下，放在常温下面保存1天1夜就可以了。这样咱们的花生米就彻底的入味了。我现在每天都用心分享做菜小技巧，亲们能不能给我个免费的爱心，鼓励一下？万分感谢您了。1天之后，咱们的这道小吃就做好了。我们把保鲜膜撕开，很多地方我们在做醋泡花生米的时候，都会泡上3到7天。其实像这道小吃啊，泡1天之后就可以食用了。这个时候不是太酸，但是也很入味。如果泡的时间太长的话，花生米的酸味就会特别强烈，很多朋友都受不了。一次可以多泡一点，我们每一次吃多少取多少，有仪式感的，可以再撒上几粒小香葱做点缀，这样就更漂亮了。这样做出来的醋泡花生米，滋味浓郁，微微带一点辣味。如果你不能吃辣，那么就不用放辣椒了。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道开胃小菜，用来下饭下酒，或者是拌面的时候来上一点，都超级好吃，已经特别入味了。里面也吸足了醋汁，还有各种味道。只是这个辣椒呢，有一点辣。如果你不太喜欢吃辣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等花生米用醋完全泡好之后，第2天咱们要吃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只是吃醋泡花生，口味比较寡淡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刚才切好的那个调料再放在里面一起拌一拌就可以了。如果家里面有年龄比较大的爷爷奶奶或者是老人，那么可以经常把这一道小吃做出来，大家隔3差5吃一吃，对身体有非常多的帮助。该说的咱不能说，具体做法就是这样的。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哦。好了，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支持，我是小玉，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